这个是Suburban 多少年的23年。23年的 Suburban 啊，又来一辆啊，第5缸缺火啊，希望这次比较容易啊，因为它第5缸这13557在这边，第5缸我希望跟第1缸做个对调，那个点火线圈对调完看一下它还抖不抖，或者问题转不转移。如果问题转移到第1缸，那说明是那个点火线圈，去买一颗换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干活。经过了一番努力，已经把那个第1缸跟第5缸的做了对调 ，spark plug 也对调了 ，spark plug wire 跟那个点火线圈全部都对调了，1跟5做了对调。好，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你洗掉了没有？把故障码先洗掉。他以为啊，又出来了，对，他一旦引擎灯亮了，它对。刚不亮，你开一下就亮了，开一下就亮。现在对调了，本来是1缸跟5缸做对调，刚才说话说的又忘记有没有对调成功，搞得有点迷糊。后来呢，不行，我又调了一下3号跟5号，我是肯定5号那个东西不是在原来的位置了，但是呢，2次的结果呢，都是5号缸有缺火，其他缸都没有缺火。那说明这个问题不在火花塞，也不在点火线圈上面了，它只可能在其他的方面，要么喷油嘴不干净的，要么就是像我上次那样子的没有干压。为什么没有干压？是因为液压顶杆它变成实心的，它变长了，本来要收缩的刚刚好的，然后变实心，把那个阀门顶得太高了，就没有形成闭合的状态，那就变成了没有干压，就会缺火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呢，我们现在的诊断呢，还不是最终的诊断，你还得多走几家，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。这个也是一个 Z71 的一个雪佛兰的那个 Suburban， 然后呢，第5缸缺火，多少年的这个23年的，也是一个23年的。上次那呢也是 C71， 也是23年的，好像。好，第5缸缺火，然后呢，要看一下有没有干压，先看一下有没有就火花塞已经取出来了，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喷油嘴的状态。我刚才用这个 endoscope 给它做了 colonoscopy， 这个肠镜啊，里面很脏，很多油泥，燃烧室竟然很多油泥。然后你可想而知里面的工作状态是，我有一些倾向于就是它的喷油嘴已经被糊住了。你看这个进气口都是机油啊，这个是回气管 PCV 阀，然后呢怎么办？现在我刚才那个 endoscope 没办法深深的就是放下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那个活塞的阶段是在上支点这里塞不进去了，所以我要盘动一下它的发动机。盘动到发动机之前，先把电断了，然后盘一盘，然后把它的那个活塞给它盘到下面去的时候，我有空间进去向上看喷油嘴的状态。好，静候佳音。好，经过了一番调整啊，然后已经把这个大肠镜伸进去了，看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喷油嘴了。这不是我手机的像素很模糊，就是不能对焦，是这个设备它没办法对焦啊。喷油嘴你看都是油泥啊，第5缸的工作状态还有很多漏油的现象啊。我看到这个墙壁上有挂着油的，你看这个墙壁上这样子小小的，人家又说刮伤又什么的，又拉杆又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，我感觉都没问题。但是不知道算不算有问题啊？你看这个机油还在慢慢的向下走，它活塞呢环呢已经下去了，但是上面还有机油，为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活塞环卡滞了。那这个其实真的是要大修了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里面都这么多积碳，喷油嘴肯定是糊住的。再看一眼喷油嘴啊，这个角度应该是可以看得见它的那个喷油嘴旁边都是糊住的一半，不知道它的嘴巴喷油嘴有没有糊住。反正它周边都是这么脏的了。这是它的喷油嘴，
转眼之间，这个车的进气气管又被我弄下来了。这个进气气管我现在弄得炉火纯青啊，手到擒来，这个乌龟就来了，已经被我弄得很熟练了。随着车过来试一试，我给你拿一下进气系统啊，进气气管啊，拿出来干什么呢？拿出来要看里面的那个喷油嘴是好是坏呀。现在喷油嘴系统很难弄的，拿出来不好装回去。我之前钢头拿下来的时候都拆过，拿下来再装回去不好装，除非你装一个新的一整套的那个油封圈、密封圈，不然旧的密封圈呢很难塞回去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就慢慢撬，把这一根135第5缸135第5缸的，反正就这一整道喷油嘴都拿出来，那个头不要去动它，头动它的还要换垫片，很麻烦，头不要去动它。然后呢，今天现在是2、3点了吧，很冷啊。这冷却液怎么又少了？妈的，这个车里面都是烧机油的状态呀。趁这个时候，这个进气口开的，我们这样子从进气口进去看，我去拿那个进去看一下缸内的情况嘛，这样子更好开，不要从火花塞那边进去，那个屁股眼进去很难进嘛。要从这个开膛破肚的，这已经开膛破肚了，是不是？给大家来个大大方方的，是吧？反正衣服都脱了，还怕什么呢？是不是？那裤子都脱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以藏的呢？对不对？害怕小机器没有看到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去拿一个架子，手机架。為何你的心不會死？情已失去，因愛都失去，我為何偏偏喜歡你呀？Colonoscopy again, man， 沒完沒了的 colonoscopy 啊，擦完又擦，好大了，好，从这个第5缸的正上方下去，天雷奥，没灯的吗？亮度最高的，这么暗的吗？哦，这边下不去，这边这个通道被这个节气门，反正也可以看，你看，也有东西看啊。你看这个好像大肉瘤一样变肥了的，就是积碳给包围的。这是第1缸，去第3缸看一下，肥有很多啊。看不到它有伸缩多长，也不知道坏没坏，气门应该。如果坏了，它也是应该没有缸压，没有爆炸的。但是它这个第3缸没爆错，没有缺缸。第5缸整个柱子都是糊死的，不知道它中心有没有伸缩。这个进气啊，不知道。然后呢，第7缸，你看一下第7缸什么状态？第7缸，哎呀，也是这样。所以说这个机器呢，我已经跟车主沟通过了。他呢，刚才我看了那个缸内的状态是这样子的，是有很新鲜的机油，说明它这个叫做活塞环卡滞了。活塞环卡滞了呢，它机油刮不干净，就会形成烧机油，就会变成这么多积碳到处飞。进气系统它又会回到进气系统到处飞，就附着在这个缸壁上，附着在这个气门上，气门后面的那个缸上面，甚至在燃烧室内就炸的到处都是，糊在那个喷油嘴上面。那我现在希望呢，就是那个喷油嘴被糊死了，拿出来换一颗，就能解决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个也只是治它的标，就是说你哪里手指痛，1号手指，它为什么痛？你这个原因没有治好。它这个整个大环境都是烧机油的，你治好了1缸，那其他缸怎么办？其他缸也是走在快死的路上了，快要被糊上的路上了。那要不要全部都大拆呢？因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塞环卡滞了嘛。要治那个活塞环，那就是大麻烦了，要拆散整个机器的，要做1个月
要做1个月。报是报1个月啊，不敢说什么几天就做好了这种，人家等下赶着要啊，你再做报啊。所以说我要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啊，我就是按我之前那个来做基础，之前修的大台那个时间过程来做一个基础。基于那个，我觉得我1个月肯定可以完成大拆、活化塞什么的，都换新的。那就好了，但是他说1个月等不了啊，人家急着要赚钱的，是不是要开出去做 Uber 的？你这个车给他治1个月不用多少钱，怎么来？那怎么处理呢？折中嘛，好，先处理这个能够正常运行就好了。喷油嘴看一下，拿出来换一颗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了，完蛋了，还有什么弄啊？没办法弄啊。就是喷油嘴拿出来，然后再观察一下这个盖子，可能气门室盖还要打开，我看一下弹簧有没有断。我那个大概是弹簧断了，误判的。当时我去车行。师傅他告诉我，可能是那个液压顶杆1600，液压顶杆，他说是通病，按照经验来判断的，因为所有的东西过去都是用最高格来对待，最高格的那个礼仪来对待，反正就是1600，要么换发动机4000块、5000块的这种发动机换过去，不管你什么病，只要你这个治不好了，外面师傅治不好了，哎，你来到找到我了就是5000块了。好，液压顶杆，他还跟我说液压顶杆，然后好，我回去，我反正也想尝试挑战一下液压顶杆怎么换，自己的车不怕，全部拆了，然后呢就拆气门室盖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问题了，就是那个排废气的或者进气的某一个的弹簧，它后面不是有弹簧的吗？那个是断裂的，我一看完了，这个就是问题的，那不能半途而废，零件都买了嘛，液压那个顶杆16颗都买了。就把这个项目做完吧，就硬要把它做完一次，走一遍，好玩，当时是为了好玩，因为那个车已经卖掉了，我做完了就是很大的成就感，然后呢留着也没用，我没开 Uber 了就卖掉了。不做也可以，就是说让它弄到可以启动了就开也可以，但是那个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玩性的，就没有玩到，没有玩爽，没有爽到，所以说我把它全部拆了，全部又拼回去了，又证明了可以用，那就很爽。然后现在呢，累积下来的经验呢，来对付这个车，来对付将来的这些，现在呢怎么办？待会儿要拆一下，先把那个这个喷油嘴先把它全部取出来，然后呢，看一下环境怎么样。大家请问你们啊，现在在中国国内很多的那些免拆治理的哈，他们有一些药水可以倒进去。就在活塞的头顶泡着，它慢慢会渗到底下去嘛。但是呢，让它慢慢渗进去那个活塞的环的轨道，把活塞环的积碳给解锁，给它软化，然后你再去盘动它，它还有一个机器的马达电机一直在慢慢的盘动，让它活塞环形成这个上下刮墙壁的效果。因为震动一下，它活塞环会一直震动，然后这里松绑了，又恢复弹性了，这样子。我们这边用什么呢？我们这边好像没有这种服务啊，没有这种项目啊，没人去做这个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人去做这个的，因为这个就是说一个那种邪修吧，小巧的一个免拆治理的这个玩意儿，免拆治理的噱头吧，免拆是可以免拆。我们这边就是死的，就是很笨的，就是全部拆散了，甚至说你不拆散可以，你换发动机就是这么简单明了，因为大厂的话是全部换，不给你修。他这样子赚钱人工快，他的单多啊，人工快啊，就是利润快。小厂呢可以给你修了也贵，工钱也贵，还不如去换。有的时候会变成这样子，你修的工钱比换的就差不多了，那为什么不换呢？然后到路边摊的师傅呢，那看一下，肯定要比这2个选项还要再便宜啊，不然的话他何必来找我？就没有经济可用性的，没有经济性价比的。那现在呢？对于我来说呢，我又可以做视频，我又可以做广告，我又可以自己爽到啊！刚才说的有成就感，然后累积的这些经验可以跳到又用将来去，但是将来我不想待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是后话了，不说。先看怎么修理吧。你把这个弄好了，陆续的那个Suburban不都来找我了吗？对不对？把这个弄通了，弄精了，他妈的，我就不信你不发达。可以，好，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啊。
还有就是刚才说的，如果你们谁知道有一些什么可以倒下去的，然后盘动的这些，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啊。因为这个车主说，折中的方法就是说尽量快一点做好，然后呢，就是让它费用少一点嘛，可以去赚钱。然后呢，也不拆发动机下面的活塞了，因为拆活塞要拆很久的，要把底壳全部都卸掉，很麻烦。所以说就冰天雪地的我也不想拆，所以说他也说哦，那不要拆，因为费用很高，要拖的时间很久。那么就是给上面的这个喷油嘴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启动。我自己的就是额外的想法就是说，去泡一些那些液体，看一下能不能把活塞环给它泡松一下。好像说什么泡了会对那个金属有什么副作用不好，腐蚀。有这么脆弱吗？你们觉得有这么脆弱吗？如果有，那用一些微弱的一些产品，只是对积碳，只是对这些碳，有效的，就是化解碳的。市场上有没有这些产品呢？我相信是有的，但是很多师傅掖着不说，或者是也不知道，或者就是他们根本不屑于去泡这些，直接就是换的，因为出于那个利润的这个心态嘛。你去弄这些有什么钱赚呢？全部换发动机才有钱赚呢，这才是王道，才是正道。所以说主流的都是这样子，比如我们这些非主流的在这里研究个半天赚不了什么钱的。所以说你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技术主播啊，要好好珍惜这个给你们分享资料的主播啊，不然的话谁跟你分享这些啊？你都看不到啊，机舱里面让你进去看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先不说了，不然的话要把这个号给封了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工作的场地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现在是3点10分啊，3点快要到3点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场地呢，太阳只能照到这个房车的入口这里，然后这边呢很阴凉了，站不住。9到3点就不能再做了。摄影的，这里配一段那个悲伤的音乐。这么辛苦的环境在这里干活，很冷啊，在这里。这个赵大厂的设备安静的躺在这里，静静的看着我。还有一系列的工具散落一地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，老兄？伙计，你还好吗？你看这个，别躺在这里，牛逼。我现在也挺疲惫的，我打算偷懒一下，因为刚才干了一辆车，就是换那个皮带啊什么的，然后还给他做了一点那个3元转换器的事情，所以说有点疲惫呀，装在车里面做很难做啊。现在我不想做了，我要偷懒了。没太阳了，根本不是说是没太阳了。如果在室内的话，我可以坚持到晚上一直做都没问题啊。但是这里太冷了。好，明天再续。OK， 今天天气比较暖和啊，从早上干到现在啊，现在是下午3点钟左右，阳光已经只能照到我的房车了。终于把这个 C71 给它拆的只剩下缸头，把这个缸头给拆出来了啊。如你们所见，缸头呢，这一缸呢是第5缸，这个是厂里面的，所以说1、3、5啊，第5缸这一缸啊，积碳。很那个了，很恐怖了。然后呢，喷油嘴好像是腐蚀的。转个角度来看，喷油嘴我们在那个上面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其他的缸呢，这是第3缸、第1缸，我靠，也快要腐蚀了。所以说要拿出来清洗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行不行，然后再看一下底下是不是这个没关牢啊。反正看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底下的液压顶杆有没有事了。因为刚才我们做了测试，去盘动那个液压顶杆，结果盘着，它呢，排气那个液压顶杆好像是不怎么灵活，顶的不够上来，就是它的行程不够多，不够大。OK， 情况有点不乐观啊。这个是第5缸跟第7缸的液压顶杆啊，拿出来以后，第5缸的液压顶杆底下有点磨花了。这个不是脏的东西附着在上面，这个是
这一片滚轮它缺了一些皮，一些材料缺口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可能是顶死的，底下的凸轮轴上来以后会顶到它，干磨它，挤压它，导致它碎裂。现在可能是刚开始变成这样子了。那我要看一下里面相对的凸轮轴有没有变形，去拿那个 endoscope。情况还是不乐观。你看，这个只是底下的凸轮轴，跟我上次那一缸缺火的截然不同。什么不同呢？就是它这个凸轮轴表面坑坑洼洼。我尝试盘动一下，看一下其他的角度。这样子可以拍得到，我继续盘动它。手要拖住，盘一下看一下它什么状态。这个滚轴呢，大体的形状还有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光滑了。说用还能用吧，又不是说缺了很多角什么的。滚轴在上面还能跑，只是说不光滑，不知道这样子影响的话。哦，来了，这个快要向上升了。你看，它这向上升的这个表面就有点划纹了，表面有点划纹了。这样子如果是在一个新的那个液压顶杆上面，应该是可以用的吧，也不是什么特别的，特别的。你看，这里有一点点粗糙，有点粗糙，有点粗糙，有点粗糙，是有点粗糙，过去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水啊？是油吗？还是什么呢？有一点点什么凸起物啊？是油吗？应该是油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缸，它的进气口，进气缸，进气缸这缸看起来很光滑，进气缸这缸看起来很光滑，排气缸这缸，进气缸这缸是排气缸。排气缸就是我们刚才觉得有问题的那缸，那个液压顶杆的那个洞，不好动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个就是刚才盘动的，它呢表面很粗糙。好，把这信息给车主，给它做清洗一下，大清洗一下。刚才在这里已经泡了挺久的了，就这样子清洗一下，给它做这些。像抠牙结石牙垢一样在这里抠啊，整个这个进气啊、排气啊，这个缸内的这些像是钙化的，现在是碳化的这些牙垢啊，类似这种污垢啊，把它给起开了，然后再抛光一下，砂轮弄一下，刚才弄了一轮了，弄不掉，这个是顽固牙垢，弄不掉，要出一些这些比较尖锐的东西，慢慢抠啊，像抠牙齿一样把它抠出来啊，到处飞啊抠的。现在已经没阳光了，很冷啊，我靠，要用力抠会弹出来、飞出来、炸出来呀，安能不坏？中间不要去动它，中间用这些泡一下，然后再用这个刷一下，中间喷油漆啊。
把它的背后那个拿出来弄了，没时间了。这车就赶着要啊，如果不是赶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它的气门油都拿出来呀、哎，哎，我给你发的信息你看到没有？我刚刚在开里面的那个气门很脏啊，看到没有？气门就喷油嘴是吧？喷油喷油嘴嘴也很脏，我都给你清洁了。嗯，这个清洁。我看到了球头那个球头划伤了嘛，对吧？划伤了，对，在那里。我要去买一个这个叫液压顶杆。就这点就这个顶。它伤呢不是说这个伤的表皮，它为什么伤？是因为它死掉了，不能收缩了。哦 ，OK。它才会一直有压力在下面，才会变碎掉。那现在要换一根这个，但是呢，里面那个轴呢，我也给你拍的情况，轴怎么样了？看起来也有点磨伤，看起来也有一些不平滑的，但是应该能够用，我感觉应该能够用。那换了这个轴还会伤吗？轴因为它死掉了，所以就那个。它的死掉一直压着那个轴，所以它压过去的时候，转过去有很大的压力嘛，就一直破坏那个，然后就碎掉了嘛。碎掉了，现在就变成那样子。但是那个应该还能用，买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垫片。你叫他送还是怎么样？我明天过去买，哪里有给你送啊？我不是大厂子，大厂子才会给你送过来。这个要原厂的吧？对。我换个一年这样子。换个1年半载，一个能够换车了。1年半载。因为你这边情况很糟糕，那边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边那试开也是这样。到年纪了吧？他妈逼！你开多少迈了现在？10万多一点。才10万多一点。美国车就这个屌样了。就是啊，它烧机油很严重的。OK， 大概还有多久啊？可能1、2天吧。我明天去买，然后尝试一下明天能不能拼回去，能不能再 OK 给他打招呼看一下。主要是喷油嘴这里啊，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很堵的，现在已经清洁得很干净了。旁边一圈本来糊住的，现在给它打开扩开了，扩开视野了。这边还有，你看那个很脏。OK， 今天好像没人嘛？今天就是不约人才有时间做这个，约了人，我靠，可能没时间弄了。很冷了，现在已经差不多要收工了。你看站在这里都很冷了，看它还有太阳，还可以。尽快吧，星期天晚上，星期天星期一要下雪了，又要下雪。对呀、所以说完了。那这2天弄完就给你开走去赚钱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好 ，OK， 你回家等我消息。好 OK， 垫片换掉了是吧？对，要换，因为垫片拿出来不能用的。到时候弄又是个麻烦。是反正能混上个1年就 OK 了。因为马上要不开了，不想开。我先走了，我刚才准备吃饭。去吧，很冷的。对，你去吧。我到银行去一趟。OK。今天把这个 Z71 全部拼回去了，换了油水呀、换完油水以后呢，打着火了。现在呢，第5缸也不缺火，也不抖了。全部拼回去，现在呢是可以运行，没有故障码。有点烟啊，烟火气，还有一点烟火气，也是正常的。因为这个要温度高了，把它烧了，把它蒸发掉啊。之前漏下去的油跟那个水啊，刚开始比这个还要浓烈啊，然后有一点臭味，是正常的。反正运行挺稳的了。拼回去虽然没有换凸轮轴，但是人家这样子可以开走去上班，就是说不知道上多久。Oh no！ 希望坚持久一点，然后再回来。然后他有时间了，我再慢慢研究怎么换凸轮轴。因为换凸轮轴呢，牵扯到正时，拿出来很麻烦，我需要慢慢的做研究。视频都有的教，只是说没有实际操作过，怕麻烦，耽误很久。他呢又要赶着要，所以说我想是跟他说换凸轮轴的，他说没时间，要尽快呀。撑个1年，人家也不开了，就把这个车给卖掉了。这个去店里面凸轮轴的价格应该是10几个小时，10几20个小时的工时吧，1个小时150，就等于说要换一个发动机的。修是可以修，换个发动机就有性价比。换个凸轮轴，只有说自己这种不算工钱的自己的车，可以给他换个凸轮轴。买个凸轮轴回来，就单单买凸轮轴，甚至说把凸轮轴拿出来磨一磨。然后呢，网友说磨一下凸轮轴也不行的，都碎裂了。所以说液压顶杆这款设计害死很多人。液压顶杆一旦坏了，
凸轮轴也会坏。一缸缺火那个凸轮轴还没坏，这个凸轮轴坏了。哎呀，现在 misfire count 再看一遍，应该是没什么事情了，开始能够开的。misfire 什么都没有。我这样加速上去，加到3000到2500转的时候会抖一下，不知道是 misfire 呢，还是怎么样？母鸡，我母鸡。现在这个温度到这里了，温度到这个快要到半成了，快要到5成了。先关机，看一下它那个水吸不吸进去。所有的水会吸进去。